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的书法与绘画。大家好啊，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棒的话题。是啊，就是中国的书法与绘画。哇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呢。对，它们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。我觉得书法特别有意思，大明你觉得呢？是的，书法不只是写字啊。对，它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。没错，是把汉字写得漂亮有韵味。我知道书法要用毛笔和墨汁，还有宣纸和砚台，这叫文房四宝。哦，原来这些都有特别的名字啊。是的，每一样都很重要呢。写书法需要很多耐心和练习吧？当然了，而且有很多不同的字体。比如楷书、行书，这些都很好看。没错，每种字体都有自己的风格。感觉书法能让人心平静下来呢。是啊，它不仅是艺术，也是修身养性。那我们再说说中国的绘画吧。中国画也很有名，非常漂亮。它和书法是不是也有点像啊？是的，它们常常被一起提起呢。我觉得中国画的画风很特别。对，比如水墨画，只有黑白两色。但是看起来却很生动，很有意境。没错，它追求的是神韵和气势。中国画的题材也很丰富呢，对吧？是的，有山水画、花鸟画和人物画。我最喜欢看那些美丽的山水画了。山水画能表现大自然的壮丽景色。花鸟画也很有趣，画得很细致。是啊，每一朵花，每一只鸟都栩栩如生。那中国画也用毛笔和墨汁吗？大部分是这样，还会用各种颜料。哦，所以颜色可以更丰富一些。对，但它很注重留白的艺术。留白？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画里会留出一些空白的地方。这样能给人更多的想象空间吗？聪明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很有韵味。它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啊。是的，书法和绘画密不可分呢。经常看到画上还有题字和印章。没错，这叫做书画同源呢。学习它们能更好地了解中国。对，这是中国精神的体现啊。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知识呢。希望大家也能喜欢这些艺术。谢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我觉得它们真的很有趣。是啊，这些艺术历史很长呢。它们都是怎么画出来的呢？这就不得不提文房四宝了。文房四宝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笔、墨、纸、砚这四样。哦，原来是这些常用的工具啊。对，它们是书画创作的基础。那毛笔是不是最重要的呢？可以这么说，毛笔很特别。它和我们用的笔有什么不同？毛笔的笔尖软，能粗能细。哇，听起来很灵活，真神奇。墨呢，是用墨块磨出来的。磨墨？这听起来很传统啊。对，墨色浓淡变化很美妙。浓墨和淡墨效果会不一样吧？当然了，能画出不同的感觉。那纸呢？是不是宣纸那种啊？没错，宣纸是中国特有的纸。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宣纸吸水性好，墨韵很棒。怪不得很多名画都用宣纸呢。最后是砚台，用来磨墨的。它的作用就是盛水和磨墨吗？是的，好的砚台也很讲究。这样一套工具就能创作了。是的，但还需要练习和技巧。学习书法和绘画是不是很难？
刚开始有点难，但很有趣。我觉得我也可以试试看呢。很多人都从临摹开始学习。临摹就是照着别人的写画吗？对，先学习大师的笔法结构。那有没有推荐的入门作品呢？书法可以从楷书练起，很端正。楷书是哪位书法家的作品呢？比如颜真卿、柳公权的楷书。哦，我知道颜真卿，很有名。绘画的话，可以从花鸟画开始。花鸟画就是画花和鸟的吗？对，很生动，也很有意境美。我喜欢那些画着荷花的作品。荷花在中国文化里意义很深。是啊，出淤泥而不染，很美。所以中国画不只是画形体。它更注重表达一种精神内涵。没错，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体现。真是博大精深的艺术啊。是的，值得我们慢慢去品味。那书法和绘画有什么联系呢？他们都用毛笔和墨汁来创作。哦，都是一样的工具吗？对，而且笔法也有很多相似。笔法具体指什么呢？就是运笔的方式，比如提案。听起来好像要多练习呢。确实需要多练习才能掌握好。除了工具，还有其他联系吗？他们都追求一种意境美感。意境美，就是那种感觉吗？是的，不是简单的模仿自然，而是表达创作者的心情。没错，所以更注重神韵。神韵这个词真好听啊！这是中国艺术的独特之处。那我们普通人怎么欣赏呢？可以从看名家作品开始。有没有推荐的画家或书法家？绘画可以看齐白石的水墨画。齐白石，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。他画的虾和螃蟹非常有名。哦，是水墨虾，很生动吧？对，他把虾的形态画活了。真是太厉害了，非常传神。书法除了颜柳，还可以看王羲之。王羲之，书圣啊，我知道他。他的《兰亭集序》是千古绝唱。那是行书吧，很飘逸。没错，潇洒自然，变化多端。我觉得行书比楷书更自由。是的，但楷书是基础，很重要。那是不是要先练好楷书呢？一般来说，都是这样开始的。看来学习书法需要耐心啊。当然，艺术学习没有捷径。那绘画呢，也是从基础练起吗？对，从临摹开始学习笔墨。临摹别人的作品，是吗？是的，模仿大师的构图和用色。这样能学到很多技巧吧？没错，然后才能发展自己的风格。听起来很有意思，也很有挑战。中国艺术就是这样，学无止境。那除了笔墨纸砚，还有什么？还有印章，也是重要组成部分。印章就是盖在画上的吗？对，它代表作者的名字和心境。哇，连印章都有这么多讲究。是的，每一个细节都充满文化。哇，真的好深奥啊！对，它不只是画画写字，那它还包含着什么呢？更多的是心境和思想。心境和思想，怎么说？艺术家会把情感融入，就像写诗歌表达情感吗？很像，它们都是艺术。难怪中国画很有诗意。是的，诗书画印一体。哇，原来它们是相通的啊！每一样都有其独特美。那绘画的题材多吗？非常多，比如山水花鸟。我最喜欢山水画了。山水画是中国画的精髓。
他画的是自然风景吧？对，但它不只是风景，那他还画了什么呢？更是画出了人的情怀。人的情怀，怎么理解呢？比如隐士对自然的向往。哦，所以很有意境啊。没错，艺术的意境是关键。那花鸟画呢，也这样吗？花鸟画讲究生机和活力。就像画中的生命力。是的，表现万物的生命。听起来也很有趣呢。它也常有美好的寓意。寓意有什么例子吗？比如梅兰竹菊、四君子，啊，我听过他们的故事。它们代表高洁的品格。原来画里有这么多学问。是的，每幅画都有故事。那学习中国画难吗？坚持和耐心很重要啊。需要从小开始学吗？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。那我也可以试试看吗？当然可以，很有意思的。我想先从临摹开始吧。那是个很好的入门方法。有没有推荐的工具呢？笔墨纸砚是基础套装。宣纸和毛笔特别讲究吗？对，材质会影响效果。哇，看来要好好挑选了。是的，选择适合自己的。那这些工具在哪里买比较好呢？可以去文房四宝店看看。文房四宝店是专门卖这些的吗？对，有很多种类的笔墨纸砚。感觉挑选起来会很复杂啊。可以请店员帮忙介绍一下。好的，我大概知道怎么做了。除了工具，开始练习也很重要。开始时要多临摹经典作品吗？对，学习笔法和构图。有没有推荐的画家作品呢？可以从齐白石的虾开始。齐白石的虾很有名啊。对，他画的虾生动活泼。感觉很有趣的样子呢。中国画题材非常广泛。比如都有哪些题材呢？比如山水画、花鸟画和人物画。我对山水画特别感兴趣。山水画的意境很美。是不是有很多讲究啊？讲究笔墨的运用和布局。那花鸟画呢，也很有趣吗？花鸟画常表现生命力。像梅兰竹菊这种是吗？对，他们被称为四君子。这个名字真好听啊。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品格。哇，画画还有这么多学问。是的，文化内涵很深厚。那绘画和书法有什么关系吗？他们是姐妹艺术。姐妹艺术？怎么说呢？用的是相同的工具和笔法。真的吗？我以前没想过。画中有诗，诗中有画。听起来真是太奇妙了。很多画家也是书法家。那学习书法对画画有帮助吗？帮助非常大，能提高比例。提高比例是什么意思啊？让线条更有力量和美感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我懂了。所以说，书画同源不无道理。那我是不是也要学书法呢？学习一下会很有益处。感觉要学的东西好多啊。但每一步都会很有趣。是啊，学习过程本身就是享受。慢慢体会中国艺术的魅力。那我们从哪里开始了解呢？我们可以先从水墨画说起吧。水墨画，听起来好像很特别。对，它只用墨和水来作画。哇，那颜色不是很单一吗？墨色深浅变化能表现很多。原来墨也有不同的颜色啊。墨分五色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墨分五色，具体是哪五色呢？焦浓重淡青，很丰富的。真是太神奇了，我没想到。
这就是水墨画的独特之处。那水墨画通常画些什么呢？山水花鸟人物都很多见，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一些。比如齐白石的虾画就很出名。齐白石，他是很有名的画家吗？他是中国近代绘画大师之一。他的虾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活灵活现，墨色变化很传神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都想看了。还有很多其他大师的作品呢。那除了水墨画，还有别的吗？当然有，比如工笔画也很美。工笔画和水墨画有什么不同？工笔画更注重细节和色彩。哦，是不是画得很精细那种？对，线条很细，颜色也丰富。感觉两种风格完全不一样呢。它们各有各的美，都很有趣。那工笔画通常画什么内容呢？花鸟居多，有时也画人物。我想起来了，是不是仕女图那种？对，仕女图就是典型的工笔画。那些古代的女子画得真漂亮。她们的服饰和神态都很讲究。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！这就是中国绘画的魅力所在。那书法也有很多不同的风格吗？是的，行草隶篆楷种类很多。哇，这么多啊，我都记不住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了解就好。那哪种字体比较容易入门呢？一般都从楷书开始学起比较好。楷书是不是很工整的那种字？对，它笔画方正，结构严谨。这样学起来会打好基础吧？是的，楷书是学习书法的根基。听起来很有挑战性，也很有趣。掌握了楷书，再学别的会容易。那我们是不是也能自己学写呢？当然可以啊，很多人都喜欢练字。是不是需要买很多特别的工具？刚开始不用，有笔墨纸砚就行。笔墨纸砚听起来很专业的样子。这些是中国书画的文房四宝。文房四宝，这个名字真好听啊！是的，它们是学习的基础工具。不同的笔是不是写出来的字也不同？对，毛笔的种类就有很多讲究。哇，连笔都有这么多学问啊！墨和纸的选择也很有意思呢。那墨是不是只有黑色的那种啊？不，也有彩墨，但传统多用黑墨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以前都不知道。书法和绘画其实是分不开的。它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联系吗？中国画常常会题字、诗书画印。哦，就是画里面有字和诗句啊。对，书法能增加画作的艺术性。难怪看起来更有文化气息呢。他们都讲究笔墨，有很多共通点。所以学习书法对画画也有帮助吧？很有帮助，能提高你的控笔能力。听起来真是相辅相成啊，太妙了。很多画家也是非常出色的书法家。比如古代的那些文人墨客吗？是的，他们常常诗书画都精通。那有没有特别著名的书法家呢？比如王羲之，他的《兰亭序》很有名。王羲之，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。他被誉为书圣，影响非常大。书圣啊，那一定是厉害极了。他的字飘逸洒脱，很有生命力。我真想看看他的作品是什么样的。我们可以找机会一起去博物馆看。那一定是很棒的体验，我喜欢。除了楷书，还有行书和草书呢。行书和草书，听名字就觉得很洒脱。行书是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，介于工整与奔放之间，是吗？对，它书写起来更自由流畅一些。那草书是不是就特别难认了啊？
草书笔画连绵，确实比较难辨认。感觉它们各有各的美，各有千秋。是的，每一种字体都有独特的韵味。书法真是博大精深，学问太多了。中国文化就是这样，很有深度。我觉得我以后会更关注这些的。那太好了，我们下次可以聊更多。是啊，我很期待下次呢。我们今天可以聊聊画画。中国画是不是也很有名呢？当然了，比如水墨画啊。水墨画听起来很雅致。它主要用墨和水来画的。那颜色是不是很少呢？对，以黑白为主，偶尔有彩色。哇，只用墨就能画出东西？是的，墨色浓淡变化很多。真是太神奇了，怎么做到的？靠画家对墨的把握和技巧。那画出来是山水风景吗？有山水，也有花鸟和人物。听起来就很有诗情画意啊。中国画很讲究意境和神韵。意境就是感觉和氛围吗？可以这么理解，很深奥的。感觉中国画和书法很像呢。是的，它们有很多共同点。比如都用毛笔和宣纸吧？对，而且画里面常有书法。哦，就是画里写诗词吗？对，这叫诗书画印结合。哇，这真是太巧妙了呀！它们是互相融合的艺术呢。难怪人们总把它们一起说。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。我觉得我有点理解了呢。很高兴你能从中有所收获。我以后会多去了解这些的。可以去看看美术馆的展览。亲眼看会更有感觉吧。感受那种独特的艺术魅力。中国文化真的太棒了呢。是的，值得我们去探索啊。谢谢你今天的耐心讲解。不客气，我也学到很多。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啊。是啊，聊得特别开心呢。今天真的学到好多东西。希望对你有所启发吧。当然了，收获非常大呢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。好的，下次我们再接着聊。期待下次和你继续分享。我也很期待哦，大明。好的，小美，再见了。大明再见，谢谢你今天。不客气，下次见了，拜拜。好的，今天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，请点赞和订阅。下次再见。